所有人在录的时候都还蛮崩溃的，属于另创了一门语言。我也会在这个片子里边会留一点声音的，大家去片子里面找找。不录了，再见。不用那么刻意的一个，太表面了。我觉得整体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因斯赞格威啊，我们再有一点点那种讲故事的感觉，有一点代入感，在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区，最后那个再有一点结尾的感觉啊，停更的故事到此结束。用诡秘之主的方式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重新认识一下，请你们称呼我为诡秘之主配音导演阿杰。阿杰老师担任诡秘之主动画配音导演的感受如何？非常荣幸，感谢官方可以让我来做这个诡秘之主动画的配音导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指导这种风格的作品啊，时时刻刻被故事里边的情节所震撼。接下来进入塔罗牌问答环节。阿杰老师可以说一下和克莱恩的配音演员杨凯琪的合作感受吗？凯琪是如何被挑选出来担任克莱恩这个角色的？通过试音啊，不光是我了，整个我们的这个导演组，包括片方，大家一起来选，最终挑选出凯琪的。克莱恩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所以试音的人选是非常的多。凯琪能够从众多的配音演员候选中脱颖而出，还是有他自己的能力在这儿的。我觉得凯琪确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配音演员。在录制的过程中，甚至有些地方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在这里，我还是很恭喜凯琪的，能够完成这个角色。在杨凯琪配音的过程中，你觉得她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对于角色内心的一个把握吧。他一直是把自己和克莱恩这个角色是紧紧的相关联起来的，这特好。诡秘之主的世界观其实十分的庞大复杂，是的，非常庞大复杂。至少我们现在第一季到目前为止讲的这个故事，我书是看了2遍啊。您在指导配音的时候，有没有被原著里边拗口的神秘学名词折磨到？确实就是这样，里边这些世界观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在还能回忆1、2句是印象深刻的台词吗？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这次《诡秘之主》动画的配音导演过程中，有没有记忆比较深刻的经历？我突然想到啊，里边会涉及到这个赫密斯语，属于另创了一门语言。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吧，因为这个完全全新的一种语言，所有人在录的时候都还蛮崩溃的。可能录普通的台词1遍2遍也就过了，但是这个赫密斯语每句话可能要说个10遍20遍才能过，对于很多配音演员来说有点崩溃。那我们进入到下一环节，表情包快问快答。我们都知道诡秘的细节很多，杰大可不可以透露一下配音方面有没有预埋一些彩蛋？大家都知道我在当配音导演的时候，我也会在这个片子里边会留一点声音的，当做一个彩蛋吧，大家去片子里面找找。形容一下第一次见到乌贼老师的心情。你见到了这个原作大大，那不得上前啊冲一下，要个签名舞的。接到诡秘动画的配音导演工作前和完成所有配音工作后的心情是怎样的？因为我一直在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踏实的工作，我脑子里只有工作啊。